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丹提。说到北海道最美丽的小镇，你脑海中马上浮现的会是谁呢？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出美瑛 BA。它同时坐拥了蜿蜒的丘陵风情与壮丽的山岳景观。谈到风景啊，美瑛如果说它是第二，我想能自称第一的大概也寥寥无几了吧。不过在我们实际走访这个城镇之前，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今天是2022年的元旦，1月1号。而说到日本新年的第一天，那一定是要拜访一趟神社的。嗨，大家早安！今天是2020啊，不对，不是2020，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。那在日本的第一天呢，就是要来做新年参拜啊。那我们今天很難得的，跨年的时候不在巨山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。初一初詣，白话来说就是新年参拜，是日本正月的一个习俗。在年始的头几天，前往神社或者是佛寺，向神明表达对过去一年的感谢，以及对未来一年的祈愿。如果日剧或者是动漫看得多的朋友，脑海中一定存在着日本人穿着和服于正月前往神社参拜的印象。不过，其实这个参拜对于服装是没有特别限制的，只要穿戴整齐即可。现代社会说实在也蛮少人会整套的和服前往神社了。当然，大家如果难得在年始来玩，想要体验一下被注目感觉的话，也是可以租套和服来感受一下啦。至于初一的时间，一般是集中于正月的头3天，有些地方可能会延长到正月的15日为止。参拜的礼仪与平时参拜神社基本是相同的，记得带好你的5元硬币，远离10元硬币哦。我们今天来到的美瑛神社是北海道3大 Power Spot 之一，剩下的2个是北海道神宫与东野湖。所谓 Power Spot， 其实指的就是能量聚集的地方啦，所以呢，它一直以来都是北海道人初一的热门选择。除此之外，美瑛神社其实还有一个小秘密，那就是坐落在建筑装饰间所隐藏的心形图案。传说如果能够找到越多的心形图案，你的恋爱运也会跟着上升。所以也吸引了不少想要提升结缘机会的单身人士与情侣前来哦。不过恋爱这东西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我想还是来抽个签，看看今年的运势如何吧。招财猫的，我是乌鸦的。我们就来看看今年的运势怎么样。乌鸦的就是从它的屁股把钱拿出来。先，你的是什么？哇，你的是小吉，那你要绑吗？那我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我是中吉。好了，普通了。中吉，普通的签。绑签呢？
头拉过来一点。结束了新年参拜，我们离开坐落于美英市街部的美英神社，往南开始走访这块我所熟悉又不太熟悉的土地。怎么说呢？其实冬天以外的美英，我早已来过无数次。对于美英在夏秋时的颜色，从我的脑中浮出来，应该不用1秒钟。但今天却是我第一次在冬日踏入美英小镇。眼前的丘陵与天空组成了一整片纯净的白与蓝。虽然以前就曾经看过美英冬季时的照片，但当自己就处在这片颜色下的时候，当下那种心中的感觉还是有点难以言喻的。这种路边随便停下来就是一段影片，多张相片，仿佛整个小镇无处没有大景似的。好像又有点刷新了我对于美的认知，心中其实有点担心，胃口是不是会被美英越养越大了呢？那在我后面呢，这个就是美马牛小学校。那为什么来这边呢？这边其实是我第一次来北海道自助旅行的时候，我就住在它附近的民宿。但这些民宿后来好像没有营业了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骑着脚踏车从那个民宿就来到这个美马牛小学，它真的很漂亮。然后之前来的时候都没有，我之前都没有冬天来过这边。那在白雪覆盖之下，哇哦！美马牛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就是在美英町境内。那它最有名的就是后面这个啦，四季彩之丘。相信夏天有来过美英的人，应该都去过这个地方。那因为我们这次是冬天来，所以完全不会打算去那边。除了美马牛小学之外，当初位于民宿附近的美马牛车站，也是一个充满我北海道原点的回忆之处。想当初刚拿到驾照没有多久的我，就来到了北海道自驾旅行。第二天来到美英，除了被低温狠狠上了一课，也被北海道夜路的黑给好好的教育了一番。记得当时的民宿就在这个平交道附近，当开着夜车看到这个平交道的时候，那种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，松了一口气的感觉，至今似乎都还是历历在目的。
看不到红灯。北马牛车站，那它是一个无人车站。无人车站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直接走到月台上面来，然后这里非常好拍啊，难道就可以进去烤手，里面还有暖气。本来想说可能可以拍到个列车进站的画面，但看了一下，它下一班车是12点，也就是我们这边刚好是11点，11点这段期间刚好都没车，所以就。应该是要特别。离开美马牛后，我们打算向北折返回美英世界地秘时，当车子爬上道路高处，我不经意地往侧窗看去，真的最美的风景，好像永远都是像惊喜一般的突然出现啊！美英顶位于北海道上川郡的范围内，处于富良野盆地与上川盆地间的丘陵地带，境内约有15%的农地，剩下均是属于自然的森林与山岳。目前人口约为9676人，主要从事以马铃薯、小麦、葡萄、豆类等旱作物为中心的农业。而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，塑造了平缓丘陵地形上的耕地景观，并结合着周遭森林、远方山岳的景致，无心插柳地成为了存在于现实世界的一幅幅画作，让美英成为了观光客与摄影爱好者的天堂。除了自然风光，美英车站前的世界地区域更是完美调和了自然与人工建筑的典范，成就了一种属于美英的特殊氛围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包含美英车站本体与站前本通的建筑，整体都呈现出一种很温和的色调与感觉，与天空、山峦特别的搭配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，便是美英的公共建筑与站前本通相连接的房子，全都是采用一种叫做美英软石的建材。这种石头由火山喷发时形成的火山碎屑流所沉积而成。外观上会呈现一种特殊的石英感，在1897年至1969年间被开采为作为建筑及土木工程材料使用。而由于其温和柔软的色调，在美英当地的建筑景观协议之下，大家都同意于公共建筑的腰身部大量的使用该石材作为建材。之后再配合景观育成区域内的无电线杆计划，便巧妙地形成了眼前这幅与远方石胜岳山峦完美结合的美英图像。
离开美英战前世界地，我们继续前进，探访美英著名的丘陵景观平埔之路。但北海道冬季的气候真可谓是翻脸神速啊！上午的蓝天竟然已经不知不觉的消失，云层与降雪随之而至。不用15分钟的功夫，眼前就只剩下雪的白与树的黑了。可以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因为不能进去。早上还是大晴天，现在就开始下雪了。然后我们进到拼布之路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北溪之丘展望台，但看这边店都没有开，感觉冬天就不会开啦。然后我看这个大概应该也是没有录上去，我觉得，但没有出去。看一下啊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能上去。没错，很好，它没有除雪，所以就没有办法上到这个北溪之丘这个展望台上面了。如果你有仔细观察过美英在地图上的区域，就可以知道大概可以将其简单切分为3块：世界区域、丘陵区域与山岳区域。早上的时间，我们走过了美马牛平埔之路的丘陵区域，并在美英车站前的世界区散了一点步。现在我们
即将前往地图上的最后一个区块——山岳地区白金。在美英白金有2个与美英神社并称为能量聚集地，也就是 Power Spot 的地方。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来的白须瀑布，另一个就是我们曾经在夏天来过的青池。没错，既然来到美英呢，有一个点当然是一定要来的，就是青池。不过呢，因为现在是冬天呐、全部都是雪。刚才它有个牌子说现在是看不到湖面的、现在正常来说，现在青池的状况应该是整个湖面都是一层雪。不过我们今天本来就不是要来看湖面的。大家看现在的天色，现在大概傍晚4点快半左右。那在1月的时候呢，青池会在晚上5点的时候会点灯。这个看起来就是等一下打灯的装置了。今天是元旦哦，应该会打吧。这边有一个打灯的装置。超冷的，结果我在外面站了快1小时，没有点灯啊。今天，原因也不知道，官网上面也没有写，但总之就是没有点灯。那青池这个地方啊，其实蛮特别的，之前影片就有介绍过嘛。你不同的时间点来，就会有不同的风景。那冬天呢，除了你可以看到一整片洁白的青池之外，晚上也会有特别哦，就是给雪打灯用的这个雪灯。就我看他们官网上面是写，他们29号的时候本来还是水面下的灯，但是后来被雪覆盖之后，就换成雪灯了。不过呢，就很可惜看不到啊。我刚刚有听到日本人讲哦，他说好像是因为灯要点检的关系，但是可能再等个10到20分钟，也许有机会它会亮。果然留到最后才是赢家。点灯啦！我稍微打个光啊。我回到车上之后，又再等了大概20到应该20分钟左右吧。
电池啊、脚架什么都收完了之后，就发现它点灯了。不过今天也真的是超冷的，大概零下15度左右吧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愿意为了这样子的景，在外面等上1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呢？你觉得为了这样的景值得吗？